我怀孕5个月之后，原本嫌弃我的婆婆突然对我温柔有加，她搬过来照顾我的身孕，天天给我煲汤，直到我发现老公出轨，激动之下要曝光他们时，婆婆为了污蔑我，往我的内裤洗涤剂里放了502胶，我全身溃烂而死，被造谣乱搞，才知道婆婆早就知道老公出轨的事。再睁眼，我回到了老公出轨当天，这一次我要婆婆亲手把胶水520用在自己儿子身上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雅雅，快尝尝妈给你煲的汤。眼前人和蔼地看着我，那熟悉的关切声满含担忧，我却全身发抖，失手把手中的碗摔在了地上。我重生回发现老公出轨那天了，就是这碗汤里面被婆婆加了迷药，也不知道是她贪小便宜买的药质量差，还是因为我怀孕了，药效对我没有很大作用。原本应该熟睡的我，在3个小时后自然醒了过来，发现老公和小三在客厅里疯狂。赵承轩一向对我体贴有加，如今见到他在我眼前出轨，我怎么可能忍得住？没想到我的愤怒却变成了他们一家置我于死地的原因。他们怕我把赵承轩出轨的事情宣扬出去，影响赵承轩的升职，竟然对我下了毒手。先是哄骗我回家，为了给我一个不好的名声，婆婆居然把502胶放在我的内裤洗涤剂里，我一时不察，最后下体溃烂，我求他们把我送到医院，他们却拍视频到网上指责我出轨。我被不明真相的网友网暴，在我去医院的路上被人围堵，争执时有人踹了我一脚，我活生生流产而死。反倒是赵承轩仗着我亲属的身份获得了天价赔偿款，他拿着我的买命钱和小三过上了好日子，我的父母却因为我的死亡抑郁而终。想到前世被人一脚踹在肚子上的痛和孩子离体的无措，我忍不住眼红了。你个小贱人，老娘辛辛苦苦来这里照顾你，你就是这样对老娘的？白秀芬脸色大变，一巴掌打在我的脸上，心疼地看着地上碎掉的碗。我心中冷笑，她分明就是心疼买药的钱，一边希望我肚子里能生出她的宝贝孙子，另一边又想让她儿子享尽其人之福。天底下哪有那么好的事情？不是喜欢给我下药吗？那我倒要看看，药下在他儿子身上，他知不知道痛？我扶住了额头，故作柔弱道：妈，我不喝汤是因为我已经怀孕5个月了，医生说这个月份可以适当的进行夫妻交流了。话音未落，我就看到了婆婆扭曲的面容，她骂道：你这个贱皮子，一天到晚就想着勾引我儿子。我露出一个得意的笑容道：承轩素了这么久，我们夫妻也该交流一下感情，不然憋坏了怎么办？妈，承轩上次买的那个润滑油呢？你帮我找出来，一会儿我涂在我身上，承轩回来就可以了。白秀芬的脸色像是打翻了的颜料盘，青一块白一块。白秀芬咬牙道：你给我等着，我去给你拿。我们2个本来就不对付，之前没怀孕的时候更是经常吵架，也就这段时间，白秀芬对我特别殷勤。我从来没想过人性会那么恶，才会被她算计了。白秀芬把润滑油交到我手里的时候，眼底划过一抹兴奋。我真是太清楚白秀芬平时怎么放东西了，502胶之类的东西和计生用品放在一块，我提醒过她很多次，她都没有改过。我刚刺激完她，又明确说要用到自己身上，她会做出什么事情来，已经不言而喻了。果然，垃圾桶里
多了一支空管。我把润滑油放在最显眼的位置，确保只要赵承轩需要，第一个就会看到他。准备好这些东西，我就去医院做了检查。白秀芬给我送汤，送了半个月。这半个月我总是午睡得很沉，谁知道会不会影响到孩子。从医院做完产检之后，我就打开了直播。怀孕之后，我辞掉工作，心疼家里的重担都压在了赵承轩身上，就自己研究怎么做自媒体。也是我运气好，居然就这么红了。后来我被爆出出轨，下体溃烂，赵承轩踩着我，成功收获了流量。我要把赵承轩他们一家前世害我的方式一个不落的还给他们。直播一开，就有不少孕妈妈进了直播间。我笑着扬了扬手里的检查单，家人们，今天我来医院做产检了，医生说孩子的情况很好，我已经拿到检查单了，这就准备回去告诉我老公这个好消息。直播间里一水的都是祝福。雅雅现在都5个月了吧，时间过得真快。雅雅他们夫妻恩爱，最喜欢看的就是他们2个了。多亏了赵承轩这个人势利，知道我账号红了之后，一直和我营造一个恩爱的氛围。只有这样，他在跌下神坛的时候才会更痛苦。我露出一个笑容，摸了摸肚子。今天我们开直播回去，看看我老公知道产检结果后的反应。直播间里全是叫好的声音，毕竟突然开直播，对方的反应才是最真实的反应。可惜，今天我要带他们看的是一出出轨的好戏。算算时间差不多，我一边跟网友聊天，一边打开了家门。客厅里空无一人。白秀芬是个控制欲很强的人，根本接受不了自己儿子跟别的女人暧昧，早躲出去了。我低声道：“我老公一定在给我准备惊喜。”我小声一点说着，我就轻声地凑近房门。一道甜腻的声音传来：“轩哥，你到底什么时候把那个黄脸婆赶出去啊？每天都要和你偷偷摸摸，我真是受不了了。快了，快了！我妈一直给她喂药，到时候她生产的时候难产，我就能营造一波深情人设了。”很快，房间里传来一阵不可描述的声音。我攥紧衣角，眼底满是恨意。原来一切是早有预谋，就算我前世没有偶然发现他们出轨的事情，也活不了多久。踩着我的心血供养他们一家人，连自己的亲生孩子都不要了，真是够狠心。直播间更是吵翻了天，那个男的太恶心了吧，怎么能搂着小三这么算计自己的老婆？楼上的真的信了，怎么会有这样巧合的事？分明就是剧本，谁会拿这么恶心的事情当作剧本？楼上的你也积点德吧。我站在原地，听到里面的声音一顿，传来一道慌乱的声音：“好疼啊，怎么会这样？该死的，这玩意怎么会粘在一起？”我给我妈打个电话，听到电话声响起，我狠狠地踹开了门。赵承轩和罗倩倩抱在一起，身上不着寸缕。我刻意把手机放在了口袋里，直播间却没关掉，方便收音。赵承轩，你们怎么能这样？我现在还怀着孩子，你们怎么能在我的房间里做出这种道德沦丧的事情？我冲上去找准时机，给他们一人一脚，随即拳打脚踢。我故意踹在他们的身体连接处，赵承轩和罗芊芊疼得说不出话。就在这时，一道声音传来：“你这个贱人，谁让你打我儿子的？我今天非得打死你这个小贱蹄子！”是白秀芬。她接到赵承轩的电话，急忙赶了回来。我故意等到赵承轩打通电话之后，才冲进来，就是为了这一幕。前世他们不是污蔑我出轨偷男人，害我被网暴吗？这辈子我倒要看看同样的事情落在他们身上。
他们有什么好说的？我哭道：妈，赵承轩出轨了，你看看他们两个在我的卧室干出这种事情来，我还有什么脸面？一巴掌狠狠地落在我的脸上。白秀芬斜了我一眼，耷拉着的倒三角眼中多了一分狠厉。你个贱人，我儿子不过是有生理需求而已，哪个男人不这样？你倒好，回来就敢打我的儿子，下一步你是不是要上天啊？我捂着嘴痛哭道：你们分明就是要谋财害命，我都听到了，你们早就要害我，之前端给我的那些汤里面都下了药，难怪我这段时间天天困，你们肯定是每天都趁我睡觉的时候在这里偷情，你们还要不要脸？白秀芬狠狠地瞪了我一眼，叉着腰怒骂道：你个贱蹄子，我儿子都愿意趁你睡觉的时候再找别人了，你还有什么好委屈的？谁给你下药了？就你身上有什么值得下药的东西？我呸！我心中畅快，巴不得白秀芬再多说一点什么，她说的越多，那些人就会越心疼我。我哭道：你们这一家子都是疯子，你给我下药是要害死自己的孙子。说着我就扑上前跟白秀芬扭打在一起。白秀芬低骂了一声疯子，她一脚踹在我肚子上，我痛呼一声：救我！我的肚子好疼，我的孩子！白秀芬脸色大变，看向了我：你个贱蹄子，现在在这给我装起来了，刚刚打我儿子的时候不是有劲得很？说着他就踩住了我的手，脚尖用力地碾压了一下我的手，我痛得倒吸一口凉气，哀求道：救我，送我去医院！我的孩子！我能感受到身下一股热流流出，这个孩子八成是保不住了。白秀芬很快也看到这些血迹，慌了一下，这么多血，真是造孽。她有些犹豫，但是赵承轩和罗倩倩的声音吸引了她的注意力。白秀芬急得上前去扶住了赵承轩：承轩，这可怎么办呢？他的孩子。赵承轩还在记恨我打他的事情，怨恨地看了我一眼，他抓住白秀芬的手，叮嘱道：妈，别管他，到时候就说他出轨、自导自演的这一幕，到时候他死了，我们就可以趁机卖一波惨，他的粉丝都是我的，咱们家马上就要发了。白秀芬反应过来之后，急忙道：对，到时候在他粉丝面前揭露他，我就说女人不能在外面抛头露面，你看她把你害成什么样子了。我闭上了眼，不想再看这对母子洋洋得意的面孔。直播间应该有人会替我打120，我撑起身体，想让自己好受一点。下一秒就听到赵承轩痛苦的哀嚎声：妈，我的下面好疼，快叫救护车送我去医院啊！疼死我了！赵承轩，你不要动！白秀芬急得都不知道应该扶谁。救护车很快就赶到了，赵承轩和罗倩倩身体粘在一起，难舍难分，还是救护人员上来搬走他们的。我抓住其中一个人的衣角，哀求道：白秀芬用力把我拉到了一旁，解释道：是我打的救护车电话，你们快去救我儿子！我捂着肚子，身下已经有了不少血。白秀芬拖动我的时候，鲜血更是在地上擦出一道血痕。你家媳妇都流了那么多血，你这人怎么这么冷血？白秀芬气道：是我打电话把你们叫过来的，你们的首要任务就是救我儿子。救护人员根本不听他的话，把我送到了医院。我关掉了手机的直播，已经够了。白秀芬的所作所为已经展现在所有人面前了。去医院检查的时候，医生就告诉我，这个孩子胎心已经快停了，这个孩子本来就保不住了。白秀芬一碗碗汤药送过来，害死了我孩子的命。或许是天意如此吧。我重生之后，一直在想这个孩子应该怎么办。我恨极了赵承轩，他们算计我，
更是害怕留下他的孩子会养虎为患。可是让我真的去打掉这个孩子，我又不舍得。可惜根本没有给我选择的机会，这个孩子死在了我重生之前。知道这个孩子注定要没之后，我就想到了一个办法，把这件事栽赃在白秀芬身上。他们不是喜欢卖惨吗？我倒要看看他们还有什么好说的。事情果然如我所料，白秀芬开了直播，清宫手术做得很快。我刚做完手术，就看到白秀芬在网上开启了直播。我心中叹息，白秀芬一向不算聪明，只能说是恶毒，估计是赵承轩刚告诉他让他开直播的。白秀芬的直播间名字就是知名女网红出轨，竟谋害亲夫。吃瓜是人的天性，这个时间正是所有人都空闲的时间，再加上我已经开过一次直播，直播间里很快涌入了不少观众。白秀芬见到那么多观众，眼底满是兴奋。人越来越多之后，她抹了抹眼泪，开始哀嚎道：“我真是命苦，今天我那个儿媳妇非说要跟我儿子睡觉，你们说说，她都有了5个月身孕了，就算再饥渴也不能这样吧？她就是个荡妇。”我骂了她几句之后，她居然就出轨了，还故意谋害我儿子，踹中了我儿子那里。现在我儿子还在医院里生死未卜。白秀芬哭得很可怜，充满真情实感。想到儿子的生殖器官保不住，她的心就要碎了。可惜她本来就没有什么名气，这些人涌进来，大部分都是因为看过我的直播。一开始还有人不知道情况对她同情，很快就有人在直播间里指责她。我看是你这个老钱婆故意折磨人家吧？谁不知道是你儿子先出轨了？听说也不知道是不是白秀芬自己放错了位置，她儿子和小三的生殖器官都粘在一起了。对，人家发现老公出轨，打2下怎么了？你这个恶毒婆婆，居然踹人家肚子，把人家踹流产了。我们可是听得清清楚楚。医务人员来了之后，你还不让人家上救护车？要不是人家护士不听你的，恐怕现在就出人命了。白秀芬愣在了原地，脸上的表情凝固在一起。她敢开这个直播，就是仗着我现在在手术室里无法为自己解释。等我出来了，她已经把一切都栽赃到我身上。大多数人先入为主，我就算解释也没用了。可惜我先打了一个信息差，我倒要看看白秀芬能不能逆风翻盘。白秀芬解释道：“不是，我儿子没有出轨，他是被踹伤了，是陆雅雅要跟我儿子睡觉，他就是故意谋害我儿子的。”直播间的观众看不下去了，纷纷怒骂道：“你这老太婆真的有病吧？人家怀孕5个月，怎么可能会有这种想法？你污蔑人也不找个好点的理由，你儿子出轨你还骄傲，真是恶心死了。”白秀芬这次尝到了百口莫辩的滋味，她本来就不是什么好脾气的人，怎么能容忍有人和她对着干？她在直播间就开始骂了起来：“我儿子是天底下最好的男人，都是陆雅雅那个小贱人不知足，我星号你这个贱人！”话音未落，直播间屏幕就黑屏了。随即我听到外面走廊传来一道尖锐的骂声：“怎么可能？我儿子怎么可能会这样？我们老赵家可是3代单传，我儿子怎么就要割掉生殖器官了呢？”我听到门外的声音，姚锦纯起身凑到了门口。白秀芬像一个泼妇一样坐在地上哀嚎：“我的儿，你怎么这么苦命，就这么被那个贱人给害了？”说着，白秀芬突然站起来，冲进了罗倩倩的病房。她抓起罗倩倩的头发，2巴掌扇了上去：“都是你这个贱人，你敢害我儿子！”罗倩倩被2巴掌打懵了，反应过来之后，跟白秀芬厮打在一起：“你个老钱婆，
你敢打我，我打死你！”两个人扭打在一起，罗倩倩根本不敌白秀芬，最后还是医生把白秀芬拉开了。医生皱着眉头，冷声道：“够了，这里是医院，不要在这里撒泼。还有就是那个女人肚子里怀孕了，孩子没有保住。”这件事像是一颗石子滴在水里，荡起了一层又一层的波纹。白秀芬瘫坐在地上，双重打击让她站不起身来。我的孙子，我的孙子没了！罗倩倩倒吸一口冷气，怒道：“要不是你这个老太婆，我怎么会这样？我不会放过你的！”这场闹剧还是医生强制把他们分开才结束。我站在看戏的人群中，握紧拳头，心中只觉得痛快。原来罗倩倩怀孕了，前世我和我的孩子做了她的垫脚石，这辈子我没了孩子，她也没了孩子。等着吧，我会把他们一家送下去，给我的孩子赔罪。赵承轩昏迷了好几天，就连罗倩倩都醒了，他还没醒过来。白秀芬在网上不止一次卖惨，可惜网友根本不买账。短短几天，他就苍老了不少。他不是没想过来我的病房找事，只是他的那些所作所为被发到网上，医院里不少病友都自觉地为我挡住了他。在白秀芬快坚持不住的时候，赵承轩终于醒了过来。他醒来后的第一件事却是跑到了我的病房里。你也回来了，对不对？赵承轩眼中全是光芒，死死地盯着我的动作。赵承轩和我一样重生了，我下意识握紧了拳头，随后又松开了手。就算他重生了，又能怎么样？他现在在网上人人喊打，生理器官也没了。他重生了，对我来说才是一件好事。前世他踩着我一步步向上，这辈子却只能跌入尘埃，这才是他最大的痛苦。我露出一个张扬的笑容，故意看向了他的下半身。没想到你居然也会回来，只是你现在这个样子和废人有什么区别？就连罗倩倩肚子里的那个野种也死在了你的身下，你这样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我知道，想要伤害一个人，就要扎准他最在乎的地方。还有什么能让赵承轩这个失去男性尊严的人在乎呢？赵承轩双眼通红，向我扑了过来。只可惜他现在伤得比我还严重。我转身躲开，赵承轩摔倒在地上，痛呼一声：“疼死我了！”我心中一动，冲出了病房，大喊道：“救命啊！救救我！”我老公醒了之后发现被淹了，现在要打死我。赵承轩，是你自己出轨小三，你妈恨你跟别的女人上床才下药的，又不是我干的，你去找她呀。短短2句话，信息量极大，医院里很快就有人围了过来，在我的暗示下冲进了我的病房里。等到医生赶到时，赵承轩已经晕了过去，人群一涌而散。白秀芬哭着跪在地上，抱住了赵承轩，她恶狠狠地盯住我，眼中满是恨意：“你这个贱人，你到底是怎么勾引我儿子的？我儿子刚醒就被你害成了这个样子。”我躲在医生后面，低声道：“你儿子现在有这个样子，不都是你害的吗？你怕你儿子跟别的女人在一起，就不在乎你了，故意往他的润滑油里加502。现在他这个样子，不就是你期待的？”白秀芬气得一口血梗在喉咙口，不上不下。白秀芬解释了很多次，根本没有人信我这个孕妇会让她帮忙拿润滑油。当初我被网暴，解释我没有出轨，那些网友也没有信我。现在她应该能好好体验一下我当时的心情了。还有，我已经打好离婚申请了。你儿子出轨，我不会再跟一个残废在一起了。下一秒，白秀芬气晕了过去。出院之后，我搬到了新租的房子里。上次白秀芬被我在医院揭露和自己儿子有一腿，视频很快就传到了网上。也是他们运气好，
很快就全网出名了。所有人都知道白秀芬疯狂地爱恋自己的儿子，生怕儿子跟别的女人在一起，给自己儿子用了502胶，大概是事件太过猎奇，我受到了不少关心。对此我没发表任何看法，只是默默地雇了几个保安。赵承轩现在重生了，又失去了一切，谁知道他在愤怒之下会做出什么事情来？只是我还是太大意了，赵承轩他们居然绑架了我。重生之后我就特别怕死，知道赵承轩也重生之后，我也恨不得离他们远远的，就连离婚申请，我身边都会有保安陪着。除了去祭奠我那个没能出生的孩子，那个目的不只是为了祭奠那个孩子，也为了祭奠前世的我。我知道赵承轩他们今天回乡下了，这才一个人出来的，没想到只是一时不注意，我就晕了过去。再次醒来之后，我被关在一个狭窄的房间里，里面的摆设我很熟悉，是赵家的地下室。赵承轩一盆水泼醒了我，陆雅雅，好久不见啊！我冻得瑟瑟发抖，这才有精神注意赵承轩。赵承轩变了很多，原本还算阳刚的他，失去了最宝贵的东西，现在说话的声音都带了一丝娘气。罗倩倩看我的眼神中满是怨恨，完全没有了我上次看到她时的精致。我闭上了嘴，不敢惹怒他们。赵承轩大笑道：“你还指望着有人救你是不是？别想了，我跟踪了你好几天，好不容易才知道你今天去墓园了。陆雅雅，你害死了我唯一的儿子，你居然还有脸去墓园？有时候我真的不明白脑残的脑回路。”下了药的汤是白秀芬端过来的，计划是他们母子一起定下的。踹我的是白秀芬，决定拖延不救我肚子里的孩子的人是赵承轩。他们为了钱亲手害死了那个孩子，我不过是不得已为之。现在他们是怎么好意思来这里骂我的？实在是可笑。我忍不住笑了出来。赵承轩仿佛受到了什么刺激一样，狠狠地掐住了我脖子。你这个贱人，仗着重生就害我，你以为你重生了就能逃过去？我告诉你，你只能落在我的手掌心里。你笑什么？你还有脸笑？我被摔在墙上，用力咳了几声，因为手脚被绑住了，我只能蜷缩在墙角。我笑你自私自利，发生什么事情都只知道推到别人身上，你就是个彻头彻尾的懦夫。像你这种人就应该断子绝孙。赵承轩一巴掌扇在我的脸上，白秀芬更是恨不得上前抓花我的脸。你这个贱人，你敢骂我儿子，我撕烂你的嘴！我向后躲了一下，语速飞快道：“你还不知道吧？那个孩子根本不是你一脚踹没的。我去医院做过检查了，那个孩子早就被你给我端来的汤给弄死了。孩子引产的时候已经能看出性别了，是一个男孩，胎心早就停了。是你亲手害死了你的宝贝大孙子，不然你儿子现在就算太监了，你也会有个宝贝孙子。”白秀芬最在乎的就是她的儿子和孙子了，她帮着儿子隐瞒，又对罗倩倩好，是因为听说了罗倩倩是一男相。我怀孕的时候肚子又圆，她一心认定了我肚子里是个不值钱的赔钱货，现在知道自己亲手断了自家的根，更是崩溃了。白秀芬哭得很伤心，还是赵承轩冷声道：“妈，别跟他说那么多。杀了他，到时候咱们照样可以从他身上捞出一笔钱来。”白秀芬拿起刀，一步步向我走来。我皱着眉头，一点点向后退。你们疯了吧？我就算死了，也不可能有钱给你们。赵承轩得意道：“那如果你早就买过一份意外险呢？”就在这时，门被一脚踹开了。我又不是傻子，怎么可能真的有那么大的破绽？赵承轩不想留下我，我又何尝想留下他？
我故意让他跟了我几天，装作放下了戒备心。实际上，我手上的表自带报警功能，比起一直活在担惊受怕里，我愿意赌这么一把。万幸的是，我赌赢了。赵承轩以后就在牢里给我老老实实的待着吧。我跟着警察去了警察局里做笔录。事情如我所料，轮到赵承轩的时候，他根本不承认绑架了我，把这件事推在了白秀芬身上。我没有绑架，我只是被我妈带到了这个地方而已。白秀芬极力把一切罪名揽在自己身上，赵承轩却一直在推脱，真是可笑。然而事情却不是他狡辩就可以改变的。赵承轩被暂时拘留了。出警局之前，我特意去看了一下白秀芬。白秀芬见到我，一双眼中冒出了火花，她张口骂道：“你个贱人！要不是因为你，我儿子怎么会受伤？早知道我就该早点动手弄死你！”我发出一声轻笑，眼神中满是嘲弄。对了，你还不知道吧？你儿子在警局说，一切都是你干的。不如你猜一下，他为什么不自己动手，也不让他的小情人动手？当然是因为他恨极了你。白秀芬不可置信地看着我，她声音很大：“你胡说什么？我儿子那么孝顺，怎么可能会恨我？我只恨我下手晚了一步，不然不会让你这个贱人好过的。”声音越大，代表他越心虚。白秀芬最在乎的就是她的宝儿子，怎么能接受自己宝贝儿子恨他的事实呢？骗你干什么？是你亲手把他害了的。那个502胶不是你放的吗？你害他没了生殖器官，又没了2个孩子，他为什么不恨你？原本赵承轩未必在乎我肚子里的孩子，但是谁让他重生了呢？人在得到一切又失去的时候，才是最痛苦的。赵承轩上辈子踩着我的资源过了那么好的生活，重生之后却大变样。他一向自私，怎么会不恨呢？恐怕他现在恨的不只是我一个人，就连他的老情人和亲妈都恨上了。白秀芬双目失神，愣在了原地。我知道他把我的话听进去了。赵承轩涉嫌绑架，很快我的离婚申请就被强制通过了。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是怎么商量的，最后白秀芬和赵承轩母子居然联合起来，指认是罗倩倩绑架的我。他们2个只是被骗了而已，他们被关了一段时间就放了出来，罗倩倩却被判处了20年有期徒刑。不过日子却没有以前那么好过了。赵承轩的房子被查封了，我反手就把房子卖给了一家无赖。白秀芬想过去闹，但是我卖的那户人家也不是好惹的。白秀芬前脚坐在地上哭闹，后脚一个80岁老爷子躺在了地上，直言被他气得心脏病发作了。白秀芬现在的名声简直就是人人喊打，根本没有人相信他说的话。无奈之下，他们2个只能灰溜溜地回老家。赵承轩不是没想过找我，可我早就反手把经营的账号卖掉了，拿着一大笔钱搬走了。赵承轩根本找不到我。再次听到他们的消息是在网上，手机自动给我推送了一个新闻热点：母亲残忍杀害自己儿子，竟将死去的儿子尸骨这样。我下意识地觉得这个新闻和我有关系，点了进去。我突然觉得有些不可思议，这么长时间我没再打听过赵承轩的消息，就是想跟过去做一个了断。没想到在这个时候却看到了他们的结局。赵承轩死了，被白秀芬残忍地分尸之后放进了锅里，幸好有邻居闻到了臭味，才发现赵承轩已经死了。网上一片唏嘘，不少人发出疑问：白秀芬为什么要这么残忍地杀死自己的亲生儿子？网上有很多讨论，有人觉得是因为赵承轩残了，也有人质疑
是他们两个受不了打击内讧了。只有我知道，赵承轩是因为白秀芬的母爱才死的。一开始我还曾担心赵承轩重生回来会不会利用前世的记忆做些什么。后来我打探到，他一天到晚只知道喝酒，有时候还打白秀芬。知道他毫无威胁之后，我就停止了让人监视他。当初我在警局跟白秀芬说的那些话，我知道他记在了心里，不用我再做什么，只要他想到自己的宝贝儿子恨自己，他就会心如刀绞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不是他杀了赵承轩，就是自杀。他们两个不管死哪一个，对我来说都是报仇了。要是到时候警察查到有人监视他们，对我来说反而是麻烦。只是我没想到事情会如此顺利。当天我买好了祭品，再次去了墓园。孩子，我为你报仇了，以后开始新的人生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